用透视眼赌石捡漏，赚够100亿的第11天。我操！这么大块极品翡翠原石，这个漏必须捡呀！老板，这块料子怎么卖？这料子太大了，我打算切割开来卖。不用切割了，这整块料子我都要了。老板，你报个价吧。林凡，你要赌这料子？这料子也太大了吧，这得不少钱吧？这料子我从缅甸花不少钱进的，你们要得出这个价。100万啊？不对，肯定不止100万，要1000万呢。1000万还不够我本钱呢，11个亿。林凡，这料子太贵了，咱们不赌了。1亿呢？这要赌垮了，哭都没地哭呢。不，我要赌，1亿就1亿。老板，转账。小伙子好魄力，不过我得奉劝你一句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别回头赌垮了，赖上我。老板，你放心，就算赌垮了，我也认了，绝不许你晦气。来吧，转账吧。好，这料子我卖你了。老板，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石头解开？行，没问题。解石师傅看见这800公斤重的大料子，吃惊不已。这么大的料子，多少钱买的？不贵，1个亿，小目标。我操！帅哥，你这太不把钱当回事了。这料子虽然大，但是不见得就能赌涨啊。我就知道会这样，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是啊，料子大不见得就能赌涨，看来这小子是看走眼了。哎，这下被奸商给坑惨了。我可没坑他，是他自己坚持要卖的，我可没逼他。面对大家的感慨嘲讽，林凡不屑冷冷一笑：王师傅，麻烦先擦个天窗出来，就在最上面这擦一道口子吧。行，稍等片刻。滋滋，刺耳的嘈杂声响起，众人纷纷皱起眉头，跟着嘈杂声想看个究竟。所有人都不看好林凡这次能赌涨。这个天窗翠绿无比，绿色中居然毫无杂质，这是满绿色？不是吧？出绿了？真的假的？天哪，没天理呀！这么大的料子要赌涨了，那得值多少钱啊？卖给林凡料子的老板看到切出如此高种水的天窗，被彻底惊呆了。老板，这要赌涨了，你不会赖账吧？如果要收回我的料子，这我可不答应哦。怎么会？我就是好奇这料子成色如何，这天窗起码起步帝王绿的感觉啊！早知道我自己切了。就这开出的天窗，绝对的冰种满绿，这么大的料子，这起码价值2亿起步吧？狗屁！这料子起码也得10亿起步。你也不看看，这是什么好种水？冰种满绿，这么大，绝对的价值10亿。说的不错，这料子绝对值10亿。帅哥，这料子我要了，10亿卖给我呗。一旁的林可欣彻底惊呆了，随即捂嘴，满脸的欢喜，居然赌涨了，1亿赌涨10亿，这赚大发了。15亿，这料子我要了。谁这样牛掰，居然敢开15亿的天价，也不怕第二道赌垮了，15亿全打水漂了。原来是钱少啊！你好，自我介绍下，我是汇丰珠宝少东家钱元凯。15亿，你这料子卖我吧，若是不卖我汇丰珠宝你可得罪不起。哦，是吗？如果这样，那我就不卖了，哪怕你出30亿，我都不会卖给你。我打算继续解。什么？小子，你要赌第二刀？你就不怕第二刀赌垮吗？王师傅，麻烦你在另一侧再擦个天窗。小子，若是这天窗赌垮了，你可就没15亿了。富贵险中求吗？林凡，别赌了，15亿，见好就收吧。你看，你的朋友都劝说你别赌了，这赌石的风险有多大，你清楚吗？奉劝你还是见好就收，15亿卖我吧。不，我要继续赌。王师傅，麻烦你再开个天窗。好嘞。滋滋，摩擦石料的声音再次响起。那好，我就等着看你第二刀如何。很快，擦完了皮壳，天窗展示出它的庐山真面目，众人无不惊叹。我操，又出绿了，这水头也太好了吧？何止水头，你不觉得这绿色绿的不正常吗？是啊，我怎么感觉这绿在流动似的？是我眼花了吗？不，你没有眼花，这是帝王绿。什么帝王绿？怎么可能？钱元凯和一众翠友打量完了料子的第二道天窗，钱元凯的脸色顿时拉垮到了极点。他懊悔啊，如果可以，别说15亿了，20亿，自己都愿意出手拿下这料子。现在好了，这料子的价码攀升了，而且是高涨，怕是得30亿开价了。从开出的天窗来看，这料子里怕是有玻璃种帝王绿，这可是极品翡翠呀！这料子的价码已经不止15亿了，30亿，绝对的30亿起步。林可欣听到这估值，激动的目瞪口呆，嘴巴合不拢。30亿，这料子我要了，卖我吧，小子！钱先生，现在怕是这价格不合适吧？你要加多少钱？你尽管开口，我一准都满足你。好啊，你给我80亿，我就卖给你。我操，80亿！钱元凯顿时蔫了，80亿，万一赌垮了，那真的是太亏了。
你这价格开的也太离谱了吧？能不能少要点？你这料子虽然不错，但是它不值80亿啊！不值，既然你说不值，那今天我还就笃定了。劳烦你瞧仔细了，看看它到底值不值80亿。王师傅，有劳您开始解释。好，这料子好啊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打开眼界了。40亿，40亿，别怯了，这料子卖我如何？林凡双手抱胸，不为所动。45亿，不能再多了。我刚才说了，给我80亿，这料子就是你的。如果出不起这价，就请在一旁看我慢慢解释。你，钱元凯顿时郁闷的要死，这是彻底谈不拢啊！我诅咒你赌垮，这料子根本就不值钱。哼！切割机开始切割，这一刀，王师傅不敢切割太深，沿着天窗切割一刀，众人的心都被他的举动给提到了嗓子眼，纷纷屏息凝神，大气都不敢喘音。卧槽，难以置信，极品，真的是极品！这色蛮绿，整个切面都是翠绿色，毫无杂质，裂流也少，真的是极品翡翠呀！翠友们纷纷惊叹，这料子绝对是人间极品，怕是几十年都出不了这么一块吧？是呀，再深入一点，你看那透光度，绝对的老坑玻璃种。我和你说呀，这料子更难得的是，它太大了，这么一块极品料子，价值连城啊！看来真值80亿呀！这还是起步价，这料子绝对值这个钱。在场的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，大家都被这个估值给惊呆了。80亿还只是起步价，1亿买下的，赌涨80亿，实在是太疯狂了。钱元凯眼泪婆娑，直接傻眼了。别怯了，80亿，这料子我要了。钱先生，现在开价80亿，您不觉得有些晚了吗？那你要多少钱？现在我要88亿。你居然一口气涨价8亿，你穷疯了吧？穷疯了，我现在可不穷，88亿你不要，自然有其他人要。他狠狠一咬牙，豁出去了。好，88亿，成交！挑战，用透视眼赌石捡漏，赚够100亿的第12天。我操！这极品翡翠原石，这个漏必须捡呀！老板，这块料子怎么卖？帅哥好眼力呀！这可是莫湾基老坑出的全蒙料子，你要是要的话，就给50万。50万有点高呀，20万怎么样？要，快看看这是谁家的穷小子，50万都拿不出来，还好意思来这赌石，真是可笑。哎呦，是郑少爷来了，这是您昨天订的原石。好，麻烦老板了，1000万料子钱我转给你。看到没？有些人真是人傻钱多，居然花1000万买块废料。什么？小子，你竟然敢说我这1000万买的原石是废料？就是，小子，饭可以乱吃，但话不可以乱说呀。这块料子可是郑少花不少钱找翡翠鉴定大师看过的，怎么可能是废料呢？就是，小子，你是不是看我比你有钱，羡慕嫉妒，故意特么的咒我？我可不羡慕你，我说了，你这块料子就是废料。什么？老子今天就不信了，今天非得叫你开开眼，我这料子可是1000万托这位老板特意从缅甸贩来的好料子，价值连城。林凡哦的一声，再次开启透视眼扫描郑一虎的原石，随即他忍不住想笑。就这还1000万，还托人买来的，你被人坑了。你懂赌石吗？不懂就知道乱笑，你再笑一个试试，信不信我扒了你满嘴牙？抱歉，我还真就懂赌石了，就你这料子，就是一块废料，你居然花1000万买来，我真怀疑你有没有长眼睛。郑少，冷静，别被小人给带节奏，不值当。郑一虎被他一提醒，顿时冷静下来。见林凡身边跟着一个漂亮女友，顿时有了一个鬼主意。小子，你认定我这1000万的原石会赌垮是吗？那好，咱们不如就以他打个赌如何？好啊，你说赌什么？看你连50万的原石都买不起，你说赌钱吧，你肯定赌不起。不如这样吧，如果我这料子切垮了，我输你10个亿；如果这块料子切涨了，你把你女友输给我如何？郑少，这赌注真是妙呀，这真是一箭双雕呀，老夫佩服佩服。你过分了，林凡，你不要答应他。不用怕，他就是给咱们送钱的，相信我。好，就这么定吧，请吧。几人来到王师傅的解释机旁。卧槽，林老弟，这块料子是你今天新买的吗？我说王师傅，这料子可是我花1000万特意托人从缅甸进货来的，你怎么能想到会是他这么一个穷小子能买得起的？真是笑话。郑少爷，你不会还不知道吧？这位林先生昨天可是赌涨了88亿，区1000万，他就是扔河里都不会在意的。什么？多少？88亿？郑一虎听到眼睛都直了。不可能啊！刚才在原石店里买一块50万的料子，他都在和老板砍价，一个连50万原石都买不起的家伙，怎么可能有88亿？我可不是人傻钱多的货，不如某人花1000万还特意托人买块废料，
自己被坑了还不相信？郑一虎不敢相信，他执意认为自己的这1000万的原石绝对能切涨，立马嚷嚷起来：就算你昨天赌赢了，也是走了狗屎运，我就不信你每次都能赌涨。我这1000万的料子绝对是好料子，肯定会赌涨的，一定会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王师傅，麻烦你给他解释吧。姐，我的料子价值千金，肯定能赌涨的，一定能赌涨。那先在这开个天窗，打量打量如何？好，听你的，王师傅。王师傅熟练的操控机器在原石上进行开口。你们说，这能赌涨吗？我看肯定能涨。就像郑少所说的，这林先生总有看走眼的时候。解石机这时候停止了切割，大家的神经顿时被紧绷起来，全部都眼巴巴的盯上解石机。怎么样，王师傅，出绿了吗？郑少，您自己看吧。郑一虎一看，他的脸都绿了，居然是岩石，没有绿色，死灰一片。怎么可能？买来的时候皮壳上一打光，光都能透入的，怎么开了个天窗就不行了？这可能是因为石头吃色了，外表形成的一条色带形成了假象，如今切着天窗，将色带破坏了，所以这石头就回归本来面貌了。那我这料子岂不是垮定了？垮不垮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这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。郑少，请问还解不？解，必须得解啊！那这第二刀我可切身点了，从这切入，您意下如何？你定，快点！王师傅立马拿起机器，再次进行切割操作。看来某个人今天要血本无归了。你少在这说风凉话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是绝对不会输的。切割声音继续响起。天窗没出色，这料子十有八九赌垮了。是啊，天窗不出力，这料子一刀垮，已经不值1000万了。那能值多少钱？给我1万都嫌多。郑一虎此刻的心情十分忐忑，1000万虽然对他而言不算什么，但是他的钱都是父亲给的，这要是赌垮了，多肉疼啊！解石机停下了工作，王师傅看着一眼巨大的切面，顿时整个脸都懵了。怎么样了，王师傅？出绿了，可惜啊，不是什么好种水，是个墨种。墨种就是看着像墨水一样黑的翡翠，这种是低档次的翡翠，便宜的很。是呀，看这表现也就这5万左右吧。才5万，这可是1000万买的呀！这我也没办法，行情就是这个价，要怪就怪这料子不中用吧。郑一虎此刻的脸色已经气得快成锅底灰了，脸色顿时一噎。什么？你居然说我的料子不中用？我看就是你解石手法问题，故意把我极品料子切垮了。什么？你敢污蔑我？这料子就是垃圾废料，你居然质疑我的解石手法？郑一虎想赖账，他想把责任都推到王师傅身上，但是谁都知道，废料在谁的手里解石都不能解出极品翡翠来。好，王师傅，你说你是不是和这个姓林的串通起来坑我？信不信我叫你再也没法在平州混下去？王师傅的脸顿时黑了，怒喝道：姓郑的，你是有钱，可你未免太过放肆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竟然敢污蔑我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操！顿时不少摊贩主听有人污蔑王师傅，都上前来。操蛋的，谁敢欺负王师傅？当我们好欺负，居然敢欺负老王！兄弟们，干他娘的！群情激愤，顿时围堵了很多人。郑一虎顿时吓坏了，吓得面如死灰。他怎么也没料到，自己只是想耍赖甩锅给王师傅，没想到居然会捅了马蜂窝。真是个蠢货，在人家地盘上，居然还敢来一出强龙压地头蛇，真是蠢的无可救药。郑少，你还想污蔑我吗？郑一虎吓得不敢抬头。不敢了，不敢了。郑少，10亿赌约是转账还是现金？我输了，我转账给你吧。哎，这小子真是倒霉呀！自己1000万买的料不但切垮了，而且还倒输10个亿，真是太惨了。挑战用透视眼赌石捡漏，赚够100亿的第10天。我操！没想到今天的第一块拍品就是这么大块高冰种黄杨绿翡翠，看来这块翡翠我又能捡漏了。这块原石产自云巅老坑，原产地出产过大量冰种翡翠，起拍价100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，请各位叫价，价高者得。拍卖会场顿时安静下来，似乎没人准备第一个出手，都在观望中。100万，林先生叫价100万，有没有人加价？穷货就是穷货，也就敢叫个底价，150万。林凡一看，原来又是姜子牙，看来这家伙又要给自己捣乱。不过他很清楚，自己是来赚钱的，不是来斗气的，直接无视姜子牙的挑衅。160万，200万，210万。明眼人都能看出两人杠上了，现场的气氛也变得热闹。姓林的，你果然是穷货，只敢10万10万的加，有种把我比下去，否则别丢人现眼。300万。其实姜子牙没看过这块料子，就想着故意抬价，让林凡大出血，他也好出口恶气。姜家有你这么个败家玩意，你们家迟早得毁在你手中。310万，400万，410万
姜子牙见林凡一直跟着竞价，以为成功激怒林凡，忽然凑到一旁的三叔的耳边：“三叔，还要不要继续加？”我让停再停。这块料子我看过，哪怕开出翡翠加工好，最多值600万左右，赔死这小子。姜子牙心里有了底，果断举牌，继续嚣张叫道：“600万，姓林的，有种你接着跟，不跟就是没种。”林凡，要不然算了，这块料子表现也不是很好，已经加到600万了，不是小数目，万一要是赔了呢？这料子肯定不会赔，相信我。这块料子我看过，最多价值500万，再敢加价，保证赔死你。你眼力不行，就别说话。这位姜少爷出价600万，现场还有继续加价的吗？林老板，要不要加价？坐在第一排的姜子牙见林凡迟迟没有加价，生怕砸到他手里，继续挑衅道：“姓林的，有种你接着加价，不加就是没种。你又不是我的好大儿子，有没有种轮不到你操心。610万。”姜子牙气得够呛，脑筋有些发热，毫不犹豫地喊道：“800万，姓林的，老子今天跟你杠上了，必须当众力压你一头，让你深刻地认识到你跟老子根本没法比。”旁边的他三叔无奈，暗骂姜子牙鲁莽，沉不住气。如果林凡不跟，岂不是砸到自己手里，干赔钱？你在我面前永远是垃圾，跟你比我都觉得丢人。810万，1000万，老子不把你踩在脚下，以后跟你姓。林凡暗骂不已，本来能少花几百万买下来的料子，却被姜子牙这个搅屎棍子硬生生抬到了1000万。愚蠢，别再叫价了。这小子太他妈的气人，我不狠狠出口恶气，寝食难安。那也不能多花冤枉钱，别忘了，咱们是要坑林凡的，万一他不跟了怎么办？我操！想到抬价的目的，姜子牙才渐渐冷静下来。1000万010万，林先生出价1010万，现场还有没有人愿意加价？姜少爷，能不能加到1100万？能不能超越他？你可千万别加价了。姜子牙自以为计谋得逞，狂妄地嘲讽道：“姓林的，这破料子最多价值600万，你被我激将成功，花了1000万，我看你怎么赔死！就你这种有眼无珠的东西，能看出个屁来？你才有眼无珠，有本事当众开了这块料子，看你怎么丢人现眼！1000万1次，还有没有要加价的？1000万2次，1000万3次，恭喜林先生，1010万成功拍下开场的第一块翡翠原石。”现场很多人连连摇头，议论声四起，都觉得林凡花了冤枉钱，明显被恶意抬价还跟，铁定赔惨了。先生，您拍下来的翡翠需要切开吗？还是带走？麻烦帮我直接切开。约莫半个多小时后，林凡拍下的原石切好，放在一架小车上，送到他面前。先生，你可得准备大红包了。推车上放着切开的翡翠原石，清澈透亮的高冰种黄杨绿翡翠。高冰种黄杨绿翡翠，价值肯定超过1000万，居然切涨了。是呀，高冰种黄杨绿，这么2大块，估计至少在2000万以上，我们都看走眼了。还是这位小兄弟有本事，任谁都不会想到，被恶意竞价的原石居然还能绝对赚翻，令现场众人都对林凡刮目相看。厉害，还是小林你眼力过人，难怪敢力排众议，明知被恶意抬价，也要拍下这块料子。林凡，真有你的，也太厉害了，我还以为你会被坑惨呢，没想到居然切出了高冰种黄杨绿，又大赚一笔。高冰种黄杨绿，价值2000万左右，不可能！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恶意抬价，本想着看林凡大出血赔死，万万没想到又让林凡大赚一笔，还大出风头。姜子牙，你个败家玩意儿，姜家有你，迟早完蛋！你继续叫啊！以为跟我恶意抬价，我就会赔钱吗？你他妈的别得意，不就是切涨了吗？有什么好炫耀的？你除了会耍嘴皮子，还有什么本事？有本事的话，你也开一块好料！姜子牙愤怒到极点，你等着，老子今天非得开一块上亿的料子，让你看看！挑战用透视眼赌石捡漏，赚够100亿的第9天。我操！今天这场拍卖会2号原石可以啊，这么大块极品帝王绿，看来今天我又能捡漏了。叔叔，是他们！我早看见他们了。子阳，这次你可别再失手了，等下他们看上什么，我们就跟着竞价什么。总之，要不让他们空手而归，要不就让他们花更多冤枉钱。放心吧，叔叔，今天我一定要报我们上次的仇。第一件拍品，欧陆摩尔根翡翠原石块，有兴趣的老板现在就可以拍卖，起拍价1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。切，欧陆出产的翡翠原石有什么好的？现场不少客人对这几块石头兴趣很小，就算是米大龙这样的一般翡翠商人，也是不感兴趣。我出11万。哎呦，这位客人喊价11万，还有更高价吗？11万1次，11万2次，还有更高的价钱吗？等等，12万，小子，今天碰到我算你倒霉，来呀，加价呀！我出20万。我出21万。我出50万。
我出60万。林老板，让给他吧，这个价钱已经很高了。不，我出100万。主持人都没想到，这块破料子居然有人出价100万，欣喜的脸都红了。这位先生喊价10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林老板，这是欧陆出产的翡翠，皮可粗糙，开出来的翡翠，就算是同品级的，相对南面出产的翡翠，重水色都低一个档次，在市面更是卖不上价格的。我的眼力怎么样？米老板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放心吧，我不会买亏东西的。主持人，没有更高价的话，就赶紧成交吧。好的，100万1次，100万2次。这个时候，姜子牙眼睛眯了眯，之前林凡表现出来的本事，让他此时还心惊胆战。他真要100万买下这块石头，那这石头肯定有名堂。等等，我要再加110万，150万。看来我是猜对了，我出160万，我出200万，我出300万。哼，跟我争你小子还嫩了点。小子，你还加吗？来呀！我操！已经拍到300万了，算了，我不加了。我操！什么？你不加了？对呀，看你这么想要这块破石头，我让给你好了，怎么样？我够意思的吧？你特么的耍我！无凭无据的，你这么说的话，小心我告你诽谤啊！好了，子阳，不过是300万而已，我们还亏得起。你当然没关系，掏钱的又不是你。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好心安慰你。你要是好心，就该一开始提醒我，而不是现在才和我说。原来一切都是一个局，现场不少人笑了起来。这种事情在拍卖会上经常能看到，尤其是那些想跟着翡翠大师一起竞价的家伙，往往都会倒大霉。林老板，您高明。爽！我操！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啊！怎么了，林老板？这第2件拍品可是个真正的好东西啊！哎呦，林老板，您可千万别说这么大声音，万一被人听见了，又得跟着您喊价。糟了，米老板，你应该早点提醒我的。你瞧，我都把话说出来了，他们肯定会跟着加价的吧？这下可惨喽，我们要花好多钱才能拿下这第2件拍品。妈的，这2个家伙的演技敢更加拙劣一点吗？子阳，这第2件拍品可千万不要跟着他们拍了。我当然知道，你当我蠢吗？各位，第2件拍品，一块丹纳敞口的翡翠原石，个头足足有3个足球大，算得上是大原石了。起拍价1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。大家请。我出20万，我出50万，我出60万。嚯，这位客人加价了60万，还有更多的吗？主持人立即笑容满面，目光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看向了姜子牙。看我做什么？我又不加！现场一片大笑声。姜老板，这可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石头，你要是不买下的话，回头是要后悔哭晕的。呵呵，让给你好了。真不跟吗？少废话，老子知道该不该加价。如果没人再愿意加价，那就成交。恭喜这位先生，60万拿下第2号拍品。林老板，你真买啊？你以为我是在和他们玩吗？可这块石头不怎么好呀。谁说这块石头不好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这块石头绝对大赚特赚。林老板，你只说第2件拍品特别好，不如现场解释，给大家开开眼界啊！好呀，没问题。很快，在砂轮刺耳的摩擦声中，林凡的原石料正被师傅打磨。我操！啊，帝王绿！没想到我竟然挤出一块极品玻璃种帝王绿。什么帝王绿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就是帝王绿，透亮的玻璃种帝王绿，极品帝王绿，真的是极品帝王绿，真是太稀有了。我今天过来的确是不虚此行。我操！我当时为什么没拍下来？这可是玻璃种帝王绿啊！我出1个亿，这是玻璃种帝王绿，1个亿怎么能买到？想占便宜也不是这样的。我出1亿5千万，2亿我出2亿，我要了。我操！我错过的不是1个亿，原来是2个亿。挑战用透视眼赌石捡漏，赚够100亿的第8天。大小姐，我洪安从事赌石行业20-30年了，你就找一个这种无名鼠辈来跟我赌石。你说的对，我只是个无名鼠辈，不如你混个什么大师的名头风光。你小子是在羞辱我吗？好，你胆子够大，我们现在就比一场，手底下见真章。好啊，用手段说话吧。真是不自量力，竟然敢和3只眼洪大师斗。哼哼，年轻人嘛，总是要经受社会的毒打，才会收敛狂傲无知。洪大师，既然是斗石，不下点注不合适吧？你说的对，小子，我刚得了一株300年的灵芝，你小子要是能赢我，归你了。可你要是输了的话，我要你的舌头。行，我要是输了，别说舌头，脑袋都可以给你。听林凡这么自信，现场一片诧异。好，这里有8块石头，我让你先选。我要是先选的话，你就必败无疑了。
林凡没有犹豫，拿起一支油性笔，在好几块石头上都做上了标记。这里一共是8枚石头，我选了3枚，剩下5块石头。只要你有1块石头，比我3枚中任何一块好，就算是我输。我操，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？岂有此理！我一定要让你小子付出代价！好，你小子要找死！我成全你。那好，我拿这块和你那块比。洪安指了一块皮壳细腻开窗的石头，朝着林凡那边一块皮壳粗糙，甚至有些发黑的石头指了一下。洪大师，做人不要这么卑鄙吧。大小姐，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是这个小子自己狂妄无知。可你好歹也是成名已久的赌石大师，这样对付一个年轻人，传出去不觉得丢脸吗？哼，我就问你小子，刚才的话你还敢不敢当真了？有什么不敢的？直接来切开吧。几人来到解石机旁，洪大师在石头上画线，自信满满。就按照我画的线这样切，保证能切出一块高冰种翡翠来。的确是有高冰种翡翠，但很可惜是块裂的。无知的井底之蛙，等下你就会知道，你我之间的眼力差距天壤之别。一阵轰隆声响，机器响起来，刀片和石头撞在一起，擦出一片带着火星的水光。卧槽，出绿了！看通透度，应该是高冰种无疑，色泽比较绿，应该算是苹果绿。洪大师好眼力呀，说是高冰种就是高冰种。哈哈哈，小子，现在服不服了？别高兴得太早，仔细看看吧，最好是用清水泼洗一下。解石师傅立刻拿清水清洗了一遍，切面立即像是雨过天晴一般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颜色，美不胜收。小子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急什么？再等一会就会裂了。可笑至极！翡翠的硬度之高，就算是一般的金属刀剑，都别想在表面上留下痕迹。没有裂痕就是没有裂痕，就算再等1万年，也不可能出现裂痕。小子，这都不懂，也敢自称是赌石大师？大家说好不好笑？荒谬至极，可笑无比呀！真是搞不懂大小姐到底是看中这个小子的脸，还是看中他的实力？放肆！怎么能对大小姐不敬？就算大小姐看中这小子的白脸，那也是大小姐的爱好，谁也不能说什么的。你们过分了。金小姐，不用着急，你生气，他们可就真的赢了。你看翡翠切面，裂，再开裂。大小姐，你也眼花了吗？翡翠一开始没有裂痕，以后就不可能有。卧槽！什么？不可能？裂开了。洪大师，那是裂痕吗？只见翡翠切面真的出现一道裂痕，而且这道裂痕还在不断的扩大。这样的翡翠，就算是高冰种，价值也至少打了7折。洪大师，你服气了吗？翡翠的硬度十分高，就算是一般金属刀剑，都没法在表面留下痕迹。洪大师，你说的是吧？你……洪安听他把自己之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，差点气得吐血。洪大师，您别被他给激怒了。就算有裂痕，这么大一块高冰种苹果绿翡翠，怎么也价值100万吧？对，小子，该你了。好，麻烦师傅顺着这条线切一刀。谢石师傅二话不说，熟练的操控机器，轰隆一阵响，石头切开了。小子，废料一块，你输了。急什么？这才1刀而已，我画了4条线，麻烦师傅继续切。紧接着第2刀下去，洪安瞥了一眼，哈哈哈，豆种嫩芽绿，这破玩意儿1万块都嫌贵。急什么？继续看着吧。紧接着第3刀轰隆一声，林先生，恭喜啊！糯冰种的确不错，可惜呀，黑点一大片，实在是影响美观。这一块也就40-50万，你还是输了。急什么呢？这不还有1刀吗？洪安的脸色立即沉了下去。第1刀废料，第2刀豆种，第3刀糯冰种，这第4刀要是冰种，甚至是高冰种的话，事情就大了。哼，垂死挣扎罢了，看你小子能挣扎到什么时候。谢石师傅立即动作起来，第4刀，但却并不像是果冻，而像一团红色被一块冰包裹着。我操！冰种红翡，好鲜红，看起来就像是火烧云一般的绚丽。是啊，这么一大块极品红翡翠，怎么也价值3000多万了吧？洪大师，估个价吧。怎么了，洪大师？不说话了？算你小子这次运气好，这次不算。你这切了4刀，我那只切了1刀，这怎么行？洪大师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你那块再切几刀也是裂，就算再切几刀，也不可能改变现实。无耻之有！小红，真没想到几年不见，你如此不要脸了。放肆！谁敢说我？我操！傅老爷子，您怎么下山来这里了？现场众人脸色大变，没想到南城3大翡翠大师之一紫眼傅老爷子父亲竟然会出现在这里。哼，怎么看见是我你不骂？不敢，老爷子您开玩笑。我父亲虽然是以眼睛闻名翡翠赌石圈，
但我这爱打抱不平的性格，却比眼睛更文明。小红啊，输得这么惨，你就不怕这事情传播出去，几十年积累的名气全部毁于一旦吗？是，我认了，我输了。这300年灵芝给你拿去。挑战用透视眼堵尸捡漏，赚够100亿的第7天，我以3200万元的价格拍下极品翡翠原石，竟遭到翡翠专家疯狂嘲讽。这块石头这么明显的裂，一刀下去恐怕会垮得很惨，你们最好有接受倒霉的心理准备。多谢金小姐提醒，我看金小姐你还是管好你自己那块石头吧，我们这块我们自己会切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是在好心提醒你，明明什么都不懂，却装作好像比我还懂，你是在挑衅我吗？你这女人怎么这样？我们花了3200万拍下的原石，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切。好笑死了，人家金大小姐可是翡翠专家级别的高手，这小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居然还说金大小姐的不是。就是啊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有什么资格指点金小姐？等着吧，那块石头裂缝那么大，一刀下去，保证垮的让他哭爹喊娘。面对现场一众轻蔑的声音，林凡叹了一口气：师傅，麻烦你按照标记的序号，一刀接一刀的切。可以是可以，只是小哥，按照您这么切的话，好几刀都没避开裂痕，恐怕会垮。要我来说的话，您花了这么大价钱，肯定不想被人笑话，不如呀，别在这里切，换个地方吧。谢谢师傅提醒，不过我对我的眼力有信心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切吧。好吧，既然小哥您执意要这样，那我就开始解了。解石师傅叹了一口气，当即操作起来，轰隆声立即让不少人目光汇聚过来。这家伙是脸皮厚，还是说疯了？当众解这种石头，不怕被人当作笑柄传唱吗？随着解石师傅刀片落下，砰的一声，掉下来一块石头，被切割出来的石头出现明显带裂痕的绿色。哎呦，我就说了会裂的吧，你们看看，本来不错的糯重绿翡翠，这么多的裂，就算是做珠子，也要小心翼翼的，更别说坠子、手镯了，根本就没法用嘛。就是啊，这石头虽然开出绿，但也和没开出来一样了。小哥，还切吗？要我说还是算了吧。切，继续切。俗话说得好，一刀地狱，一刀天堂。我这块石头看起来像是一桩冤假错案，惨不忍睹，但只要坚持下去，迟早能够花开见月明，一刀上天堂。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，明明切不出什么来，却还要说什么大道理，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吗？我是在说真话，金小姐要是不信的话，就用结果来证明吧。好，你要是当真切出好东西了，我双倍买下来。真想不明白，这个男人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底气，到现在竟然还对这块破石头抱有一种可笑的念头。小哥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给自己喂鸡汤可不是什么好事情。笑死了，大家都是给别人画饼，这小哥也是个人才啊，愣是罔顾现实，给自己画饼，显自己有意思吗？你们有点过分了。没事的，现在他们有多么瞧不起我，等下就会有多么的大跌眼镜。师傅，麻烦快些切吧，前几刀都垮定了，一直到第7刀才会豁然开朗的。这好，那我继续切了。一阵刺辣的声响再次响起，刀片和石头擦出一片火花，煞是漂亮。轰隆一声，第2刀切下，又是一块满是裂痕的翡翠。虽然有点紫色的翡翠，但却和废料没什么区别。紫罗兰翡翠呀，难得颜色这么深，可惜了，裂太大太多了，最多做俩3颗珠子，不值什么钱。这小子真的是牛脾气，这还要切？师傅，继续切。解石师傅再次下刀，第3刀、第4刀，一直到第6刀，完全就是废料。小哥，您看着，全是废料，真的没必要再切了。切，这一刀必定会出好东西。解石师傅吸了一口气，当即发动机器，轰隆声再次响起，扑通一声，石头掉落下来，表面上竟然是一层黑漆漆的油。油光，竟然出油了！听说油性重的石头一般都会是好东西，这块难不成？搞笑，前几刀大家都瞧见了，化成什么样子，这一刀就算出了油，也未必是好东西。只见解石师傅将石头擦干净，石头表面露出晶莹剔透的光泽。我的妈呀，黄色调这么浓，这不会是帝王绿吧？不可能的吧？要是这么大块，可不得了了。不是帝王绿，但却是一块黄、绿、红3彩翡翠。可惜不是福禄寿，不然这块翡翠的价值还要再翻2、3倍。金小姐好眼力，不可惜，这块石头还没有切完呢。你的意思是？不错，这只是刚开始而已。师傅，麻烦你继续切下去。解石师傅脸孔激动的发红，没想到真出好东西了，继续按照林凡的要求切了下去。这小哥当真是神眼呀！说第7刀出东西，就第7刀出，一刀不多，一刀不少。轰隆一声，第8刀落下，不少人齐声惊呼起来。红绿紫、福禄寿、3彩翡翠，我的妈呀！
这小哥神仙吗？他怎么知道会出福禄寿？真的出福禄寿了！他堂堂的南城10大青年翡翠是前3，看过的石头比常人吃过的米饭还多，都看不出石头里具体有什么。可眼前这个年轻男人却不仅看出来了，而且还看得十分的精准。小哥，还需要切吗？切，继续切。随着谢氏师傅电锯声音，轰隆一声，第9刀落了下来，是一块无色高冰种福禄寿翡翠。皮球这么大一块，怎么也价值6、7千万吧？小哥，别切了吧，直接卖给我吧，我出6000万，我出7000万，我出1.5个亿。林先生，之前是我小瞧了你，不好意思，不知道你还肯不肯卖给我。金小姐，你要是要的话，出2个亿吧。什么？2个亿？对，这块石头还有大半没有切开，但我可以确定，接下来每一刀都会是好东西。2个亿，我保证你物超所值。小姐，就出了3刀好东西，谁敢保证每一刀都能这么好？万一垮了的话，2个亿岂不是血亏？好，成交。小姐，韩叔，你不用多说，我意已决，给我银行账户，我现在就给你转账。金小姐爽快人。金安娜毫不犹豫，当场就将2个亿转了过去，现场不少人因此大为吃惊。不愧是金家大小姐，转账2个亿和喝2口水一样随意，真有钱呀！挑战用透视眼赌石捡漏，赚够100亿的第6天。师傅，按照我划线的位置解释。浪费那么多心思做什么？直接从中间切开不就好了？才700、800万的原石，开出来也没用。没见识就闭上嘴。林老板，我觉得江少爷说的没错，这块红翡其实也就是颜色比较好，种水实在一般，刷2刀快速切开就好了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这是我的原石，听我的，我让你怎么切就怎么切。哦，好，我马上就切。切，浪费时间，一会让你看看什么叫极品紫罗兰翡翠。今天丝盘压轴的翡翠要被切出来了，那肯定是极品紫罗兰。我觉得也是，江会长的眼光肯定不会错。林老板那块红翡可要被比下去了。毕竟一方面因为姜子牙手中的原石可是压轴原石，另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姜子牙是姜猛的侄子，他们也要巴结姜子牙。两边解石机器同时响起，一阵阵烟雾灰尘顿时蒸腾起来，弥漫在周围。林凡的解石机先停了下来，一时间所有人全都伸长脖子，朝着解石机器上的原石看过来。恭喜林老板涨了，高冰重红翡翠。原本略显嘈杂的大厅瞬间安静了几秒，显然人们都有些没预料到，这块红翡原石一刀下去竟然涨了。怎么会涨？那块原石2端开窗位置不都是冰种来的？肯定是瞎猫碰到死耗子，让林老板赶巧了。切出来高冰种红翡也就最多涨100万，毕竟另外一边的窗口还是冰种呢，高冰种的红翡不会特别多。这些人还是觉得这块红翡价值不是特别高，毕竟切出来的红翡看起来体积不算非常大。一旁的姜子牙此时也不再盯着自己那块紫罗兰原石，反而凑到了林凡身边。我还以为开出来多大一块红翡，就这么点东西，能值钱到什么程度？说你没见识，说你有眼无珠，都是在夸你。没见识的东西，给我接着开。胆子不小啊，再开下去肯定赔钱。是啊，林老板，既然切涨了，那就赶紧出手，再切肯定会跌的。哎，运气好有个屁用，没脑子也不顶用啊。这些围着看热闹的人毕竟是中海玉石行的人，对他们来说还是要仰仗玉石协会以及姜猛，所以都帮着姜子牙嘲讽起来。林凡却仿佛对周围这些议论以及姜子牙的眼神置若罔闻，冷冰冰地说道：给我切。负责解石的师傅不再废话，按照林凡画下的另外一条粉笔线开始切割原石。林凡，你确定一刀下去不会跌吧？放心，相信我。而就在林凡的红翡原石在被切第2刀的时候，切割姜子牙那块紫罗兰翡翠的切割机也忽然传来空转的声音。这块紫罗兰翡翠毕竟是压轴的，肯定能大涨。提前恭喜姜大少了，大赚一笔，不像是有些人赚个80来万就觉得赚钱了。看热闹的人对着姜子牙恭维起来，恭维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林凡一通冷嘲热讽。大涨狗屁，不给你赔干净就算你运气好。姓林的没实力就别装13，看我赚钱眼红我可以理解。随着蒸腾的石灰粉末落下，一众人赶紧争先恐后的围在切割紫罗兰的切割机旁边，生怕错过这块极品的紫罗兰翡翠一样。姜大少好像垮了。我操，怎么可能会垮？眼前的景象简直让人大跌眼镜。紫罗兰翡翠原石被这一刀一分为2，其中一半有晶莹剔透的玻璃种紫罗兰翡翠，可另外一半简直就是白沫子，啥都没有。这么一大块原石，居然只有一半里面有玻璃种紫罗兰翡翠，而另一半里好像啥都没有呀！哎呀，这下真是垮了。是呀，
光看这一半，估计也就值个1300万左右。这块紫罗兰翡翠原石可是江猛、江子阳、叔侄二人用2400多万的高价拍下来的，没想到切出来的紫罗兰翡翠就价值1300-400万。一瞬间，所有人全都傻眼，闭着嘴巴，不敢多说话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就他这德行，这块紫罗兰翡翠肯定要跌，还是大跌，这不得赔个1000多万。咱们虽然赚的少，但那也是赚，比他们赔钱好多了。原本嘲讽林凡的众人，此时羞愧难当，咂着脑袋，看都不敢看林凡一眼，实在是难堪到了极点。小子，你他妈的别得意，不就是1000万，老子赔了就赔了，又不是赔不起。林凡先是笑了一声，满脸轻蔑的表情，看向姜子牙，而后似乎是控制不住一样，哈哈大笑起来，满脸的不屑和讥讽。姜大少，不愧是你，1000万都不当回事儿。姜子牙怒火中烧，冷哼一声，随着他话音落下，负责给林凡那块红翡原石切割第二刀式的切割机也发出空转的声音：大涨，大涨！林先生的红翡原石大涨了！嘲讽林凡的那些人，此时更是感觉一阵难堪，仿佛被打了无数个耳光一样，脸庞火辣辣的疼。这么大一块高冰重的红翡，大涨，真是大涨，起码1500万上下。要是加工出来，那还得多赚200万。此时众人已经看清楚，除了开窗的两端，其他地方竟然都是高冰种的红翡。不愧是林老板，只要出手，肯定是大赚。那还用你说？你也不想想，人家林老板进入玉石行当这么长时间，都没有赔过钱。姜子牙气愤交加，心中的火气简直难以言喻，都不知道如何形容。他愤怒的冷哼一声，接着转身离开，甚至他那块紫罗兰翡翠都是别人给他抱走的。林凡，你真厉害，没想到这块料子切开竟然能够翻了1倍。还有，你怎么知道这块翡翠会大涨的？林凡呵呵笑起来，但肯定不能说出自己拥有透视眼的事情，只能敷衍说道：我也不知道会涨这么多，就是觉得之前没有红翡，想着买一块，谁知道运气这么好。林老板，我出1800万，这块高冰种红翡卖给我，你看怎么样？王伯，没想到这要巧，那既然王老板喜欢，1800万成交，痛快！林老板，我扫给你。800万拍下的原石，转手一开就卖1800万，这林老板真的厉害呀！用透视眼赌石捡漏，赚够100亿的第5天。我操！今天这场拍卖会质量高的可以啊，这么大块极品红翡，看来这块翡翠我又能捡漏了。诸位，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拍卖会。今天拍卖的第一块料子是一块极品冰种红翡开窗料，原石拍卖的底价5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万。开始拍卖，我出550万，我出700万，我出735万，735万。还有没有人要加价的？这可是一块冰种红翡，我出740万。所有人此时都纷纷回头看过来，大家都认为这块原石是冰种红翡翠，认定价值就在750万左右，所以也在好奇谁会高价买下。我出745万。姜子牙昨天和林凡打赌输了，姜子牙当着众人的面把1人高的花瓶吃了。今天见林凡有意买下这块翡翠，他必须抬高价格。看到姜子牙针锋相对的报价，林凡也猜到了他的心思。既然姜子牙想让我不痛快，那干脆将计就计。姓姜的，你怎么还记仇呀？诚心和老子过不去，这块原石最多750万，你他妈恶意抬价是吧？姜子牙得意的笑了，并没有说话。好，既然今天你硬要跟老子对着干，那我就奉陪到底，哪怕是赔钱，老子也把这块红翡原石弄到手。此时的林凡给外人一种仿佛是一头被激怒的雄狮，眼中冒着愤恨的凶光。我就是要搞你姓林的，你能怎么样？谁叫你昨天让我当众出丑？好，我出750万，有种的你就跟，我倒要看看今天谁赔钱。我出755万。林凡，这块原石价格不菲，可不要因为跟他较劲赔了钱，你可千万要冷静。放心，你看我什么时候赔过钱？就在这时，站在舞台之上的4盘老板看两人火药味浓郁，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添油加醋炒热两人，让他们继续加价。姜大少已经出到755万的价格，还有没有要出价的？要是没有的话，这块原石可就要归姜大少所有了。我出760万。好，这位先生出价到760万，请问还有没有要加价的？除了林凡之外的其他人眼中，眼下这块红翡原石本身价值在750万左右，若是开出来，精雕细琢一番的，也能赚个50-60万。我出765万。姜子牙穷追猛赶，每次林凡叫完价，他都跟着往上加价。让人奇怪的是，两人每次加价都是最低的5万，谁都不多加。很快，眼前红翡的价格被林凡叫到了800万。小子，这块原石开出来，再加上精雕细琢，最多也就价值800万。你现在800万买了，还得自己搭人工费，赔死你！我赔钱我乐意，怎么这就不加了？你不是钱多？来啊，咱们继续对着砸钱啊！
我是故意这么说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是为了斗气才抬高的价格，而不是看穿了这块红翡原石的价值。小子，你当我跟你一样是傻子吗？为了赌气赔钱？这姜子阳不愧是姜会长的侄子，也算是有勇有谋，以后还是少招惹的好。这林老板还是太年轻了，沉不住气呀，一分不赚，还得倒贴钱。是呀，没准不光是要倒贴钱，还有可能赔钱呢。原石开出来之前，谁知道会赚会赔？姜子阳不敢加价就是怂了，今天就放你一马。就在这时，丝盘老板生怕林凡在周围的议论声中反悔，也赶紧出声：好了好了，开窗红翡原石800万一次，还有没有要加价的？成交！恭喜林老板800万拍下红翡原石。丝盘老板极力遏制自己兴奋的心情，没想到这块原石居然拍出了800万天价，差点就要笑出声。好，下面就是我们今天压轴拍卖的原石。诸位，最近咱们玉石界有一块紫罗兰翡翠，简直名声大噪，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？最近有吗？是昭仪之星，20万的原石，开出来9000多克的玻璃种紫罗兰翡翠，整块翡翠被打磨成一个巨大的蛋面，同时还打造出9个界面，价值从20万飙升到1.2亿。我操！20万的紫罗兰原石开出来之后，价值竟然大增到1.2个亿，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的，哪怕是我有透视眼，都从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。难道说这块紫罗兰翡翠原石跟昭仪之星出自同一个坑口？没错，这块蒙头料紫罗兰原石正是跟那块昭仪之星产自同一个坑口，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。这个丝盘的老板之前已经跟中海玉石协会合作过很多次，信誉还是有的。他这么一说，其他人顿时兴奋起来。那别废话了，咱们赶紧拍卖吧。这块原石起拍价是多少？这块蒙头料紫罗兰翡翠起拍价1500万，因为价值比较高，所以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。拍卖开始。随着丝盘老板话音落下，现场参加拍卖的众人立即开始叫价。很快，这块蒙头料紫罗兰翡翠的价格飙升到1800万。林凡开启透视，这块原石里面的紫罗兰翡翠分布的很不均匀，除了最上面有一层4公分左右厚的翡翠之外，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是狗屎地。要是想把这块原石当中的翡翠全都解出来，就得要求负责解石的人有极其丰富的解石经验。可这样的人很少很少，起码姜子阳、姜猛没有这样的水平。我出2000万。姜猛就地叫价，直接加价200万，甚至引动的整个会场都安静下来。这毕竟是一块蒙头料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叫价2000万已经算是有些冒险。若是整块原石中的翡翠全都被完完整整的开出来，总体价值怕是能达到2500-600万。若是解石技术不行，估计很有可能切垮。我出2020万，之前姜子阳让我多花了50-60万才拿下那块红翡，这次我怎么也得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怎么，你还有钱啊？这是蒙头料，不如那块开窗料，咱们真的能买吗？我就没想着买下这块原石，就是为了给他抬价。哎呦，你真是够坏的！姜猛再次朝着林凡看过来，此时的他对林凡恨得咬牙切齿，可林凡又不怕他，所以一时间倒也只能往高了叫价。 2030万。虽然此时我身上没钱，但要是找人借的话，3-5千万还是能够借得到。哪怕最后不能恶心姜家叔侄，这块紫罗兰翡翠被我借钱买下，也不算亏。2040万，姜大会长，姜大少，来啊，咱们加价，看看这块翡翠究竟花落谁家。姜猛冷哼一声，他之前的确已经研究过这块原石，他给出了3000万左右的估价，所以才一直有底气叫价。我出2200万，我出2220万。他妈的，林凡，你要是想玩，那就跟着我们100万100万的报，别他妈10万10万的浪费时间。怎么，姜子阳，你觉得你叔是玉石协会的副会长，就能一手遮天了？真是可笑！加价的规矩是人家丝盘老板定的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？丝盘老板眼瞅着两边的火药味越来越足，赶紧出来打圆场。两位，只要按照最低10万往上加价就行。姓林的啊，那今天咱们就玩到底，2300万，2320万，我出2330万。姜猛也有些紧张起来，此时价格已经达到2300多万，哪怕按照他预想的那样，将整块翡翠开出来，也只有600多万的利润，所以他叫价也小心起来，只往上加了10万。2330万，这么高的价格，看来你们叔侄二人真是铁了心，必须拿下这块料子了。算了，这次我就不跟你们争了。随着丝盘老板将手中木锤敲在桌上，这块紫罗兰翡翠被姜猛、姜子阳叔侄二人以2330万的高价成功拍下，整场拍卖会也正式落下帷幕。好了，咱们废话不多说了，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我的拍卖会。今天拍卖会上竞拍的原石，我都会免费帮大家解释。姓林的，这么着急走，是怕一会儿石头解出来丢人现眼吗？丢人，我是怕打你的脸。那好啊，要不咱们就把自己的翡翠原石全都解开，我倒是要看看
被打脸的是谁？挑战用透视眼赌石捡漏，赚够100亿的第13天。我操！这么大块极品翡翠原石，这个漏必须得捡呀！老板，这块原石怎么卖？小伙子好眼力呀，这可是木纳长口白岩沙料子，你要的话20万。老板可以便宜点吗？小伙子，这可是极品白岩沙料子呀，肯定能开出极品翡翠呀！你想想，20万买回去，要是开出个帝王绿，反手就可以提一辆帕拉梅拉呀！老板说的有道理。这块原石我看中了，我出25万。谁的库门没拉好？怎么把你露出来了？喂，你懂不懂先来后到？是我先看中的。你看中有屁用？没掏钱就不是你的。现在我也看中了，价高者得，懂不懂？有本事就出高价，出不起价，这料子就是我的了。瞧不起谁呢？横插一脚，你还有理了？我出26万，才多加1万，抠抠搜搜的，一看你这种人就发不了大财。我出30万，我出30万0.1块。跟你这种抠门的人抬价，真是没劲，浪费感情，我不买了。分头青年说话难听的放弃，并悄悄对着摊位老板使了个眼色，嘴角勾起奸诈的笑意，如同阴谋得逞。这是遇上托了，故意抬价坑我。原本20万就能买下的原石，却被抬价到了30万，多花了我10万0.1块钱。妈的，把我当冤大头宰了！回头再跟你们算账。小伙子付款吧，这块料子是你的了。好，但是老板，我多花了一笔钱，可不能白花，你得管减10吧？行吧，我免费帮你切开。老板熟练的开动机器，沿着纹路进行切开，一分为2。我操，小伙子，你运气不错呀，切出了冰种飘花，卖给我吧，我出50万。什么？重水这么足的料子，你50万就想收走？小兄弟，我出10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块料子是冰种，达到了正冰的级别，整体干净，玉质细腻，能做2个手镯，其余的可以做成戒面或挂件。150万，我要了。150万的价格还算合理，看来这位老哥非常懂石头呀。那好，150万成交，这块料子是你的啦。明哥，那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，30多万的料子居然切出价值150万的翡翠，让他捡了大漏。你小子一点眼力都没有，刚才怎么不继续抬价了？价值150万的翡翠，你抬到30万就停价，白白便宜了那小子。我哪知道能出大货，那小子大赚一笔，估计还得买，到时候我往死里抬价，让他大出血，找不回来。小伙子，恭喜你大赚一笔，我的摊位就是你发财的福地，要不要再买几块料子？买，必须买。我也觉得你这里是福地，你怎么还没走？看我发财眼红了，也想挑块好料子。不就赚了100多万吗？有什么好眼红的？我曾切出过1000万极品翡翠，那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呢。你接着吹，我怎么那么不信？两位不用置气，不打不相识嘛，还是选料子吧。祝你们都发大财。我看这块料子挺顺眼，有种强烈的预感，又要出大货。多少钱？我买了，刚赚了100万，不差钱。摊位老板从未见过林凡这么选原石的，随便瞅几眼就说买，估计是刚赚了100万，整个人都飘了。这块料子不贵，20万。20万还不贵，我真心要，你便宜点。林凡看似要讨价还价，又故意看了分头青年一眼，好像在说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抬不抬价。小伙子，你刚还说不差钱呢，怎么买块20万的料子就讨价还价了？20万就20万，我要了。等等，刚才让你捡了大漏，这次我可不会再便宜你，我出25万。这家伙果然上套了，看我怎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还敢跟我抬价？不知道我刚赚了100多万，不差钱吗？我出26万，还不差钱呢，一次只敢加1万，不嫌丢人。我出36万。分头青年毫不犹豫，财大气粗般继续加价，心想狠狠把林凡刚赚的100万全都攒回来。这一场抬价大戏也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围观，纷纷摇头，觉得两个小青年太意气用事。20万的料子，愣是抬到了50-60万，能出大货还好，若切垮了，铁定血亏。摊位老板非常激动，巴不得价钱越高越好，遇上个新手不狠宰一笔，都对不起自己。60万，我对这块料子也势在必得，有本事你接着加钱。你还真敢加呀，真是人傻钱多，我不跟傻子争，这块料子是你的了。林凡突然放弃，满脸嘲讽，他故意跟着抬价，就是戏耍对方。分头青年和摊位老板始料未及，都愣了。小伙子，你这就认输了？我又不傻，60万够我买一堆料子了，为了这块原石不值得。别呀，千金难买好料子，这块料子的个头不小，要还能切出正冰种级别的翡翠，至少赚几10万呢。你就这么放弃了，不是让别人捡大便宜吗？皇上不急，你着什么急？你个做生意的，难不成还挑顾客？就算我不买，不是有人买吗？你卖给他呀。
摊位老板和分头青年这才明白，他俩被林凡给耍。可现在吃瓜群众把摊位围得里3层外3层，今天这料子要是不卖出去，以后的生意还怎么做？那就卖给你吧，卖谁不是卖？他心想，先让分头青年掏钱，把这件事情糊弄过去，再私下把钱退给他。谁哪知道分头青年却急了：明哥，我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咱们之前说好了，我就只管抬价，你可没说我还得掏钱啊！他的一句话直接把摊位老板给卖了。只管抬价，原来你是奸商老板专门雇来骗人的，难怪之前就跟我抬价。大家都来看看，黑心奸商雇托坑人，太可恨了！以后千万别在他家买翡翠原石。看热闹的人群也明白过来，纷纷指责摊位老板和分头青年。看着老板就不像好人，我看以后没人来他家买石头了。是呀，这下可遭殃了，整个翡翠市场都知道了。大家都拿手机给录上，发到网上去，看这个老板以后还怎么骗人。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呀！你他妈的真是个坑货呀！